但谈到我也蛮同意哦，恒大只是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指标，房地产怎么可能只有恒大面临破产？如果恒大会面临破产，难道他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家的地产公司会没问题吗？那这部分是不是请教一下老师？这个真的恒大的事件如果不断的在延烧，到底有多少的是产业也好，或者有哪些的公司领域有可能因此还是会被拖下水？我想会拖下水很多公司，现在不光是恒大，中国公司被拖下水啊，现在连美国公司都被拖下水了。我下面介绍一下，这个恒大集团算是中国房地产企业当中的老大 ，number one。我以前介绍过，所以它的陷入财务困境、濒临破产，不但是在中国国内引起轰动，而且它在香港的股价也是暴跌到基本上没有了。那么华尔街也是一直在关注恒大困境显示出来这个危机信号。这次恒大风暴其实已经冲击了不光是中国经济，而且国际经济。那么各国媒体还有美国的财经媒体都纷纷连续报道恒大风暴的冲击。那么恒大困境暴露以后呢，不仅是带动香港的股市整体暴跌，而且冲击了纽约的股市。纽约股市上呢，不光是中国概念股和中国债券基金受到冲击，连美国公司都会受到连带影响。其中有2家美国公司的股票跌得最明显，因此也格外引人注目。一家叫做 Caterpillar， 这是一家在中国大量制造和销售工程机械的公司，是个大公司。另一家是专门热衷于经销和投资中国那些这个房地产公司债券的著名的高盛集团 Goldman Sachs。 那么Caterpillar 这个公司的股票在纽约大跌呢，是因为市场预期啊，它以前最赚钱的生意靠不住了。这个判断呢，后来日本建筑机械公司啊，它的中国订单呢也大幅度下降，就证明了确实是这么回事情。那么高盛集团的股票大跌呢，是因为它被中国房地产公司的债券套牢了。现在有一连串中国房地产公司在美国发行的债券到期，不但不能还本，而且连利息也付不出来。恒大包括3笔，还有另外一家花样年华，这两又报这个就是债券到期付不出来。那么按金融业的行规呢，给他30天的这个缓冲期，如果30天内再付不出来的话，实际上这哪家公司的债券到期付不出来，它所有不到期的债券全部自动到期，就是逼债自动开始。那么我后面会讲到，实际上不让他这个把到期的债券付出来的，其实是中共政府。我会讲原因。那么路透社在9月24号有个报道说，其实受到冲击的它不光是刚才讲的像 Caterpillar 这样的公司，或者是高盛集团，还包括英国的著名的汇丰银行、渣打银行，他们也受到了恒大危机的冲击了。那汇丰银行、渣打银行，这个可能知道的人会明白说，他们是英国长期以来就是几百年来都是在经营中国和远东生意的，所以他们很大一部分利润来自中国和香港，然后也是一直参与这个中国的这个在香港和中国内地这个开发商营团贷款，他们是负责承销的。那么摩根大通呢做了一些分析，发现说汇丰银行一共参与了39笔到现在还没偿还的中国开发商银行贷款的承销，那么渣打银行参与了18笔。然后摩根大通的分析结果是说，这不是一个特殊事件，而是一个全行业的问题，可能导致重大的溢出性损害。估计今年中国高收益房地产业的对外违约率为23%。那么标普的全球评级公司的主管呢表示说，不光如此，连保险公司在中国的投资组合都可能受到影响。那么刚才我讲到恒大还有花样年华，他们到期的美元债券付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中国过去这1年来对外债务急剧增加。今年上半年6个月里头啊，
中国的对外债务从24000亿美金上升到27000亿美金，6个月涨了这个3000多亿美金，那么比去年底就多了3000多亿，其中呢，银行的外债大概是增加了1634亿美金，主要是中国的银行对外发行债券，还有从外借债。那么对外债务的急剧增加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中共的外汇储备扣除了外债之后啊，净的外汇储备在急剧的萎缩。那么从去年3月底，这个中国的净外汇储备是9660亿美金，那么到今年6月底，现只剩下了5300亿美金，那只比香港的外汇储备4950亿美金稍微多一点点。那么中国的境外汇储备已经下降了45%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最近有台商发现说，从中国大陆把资金转成硬通货汇出来变得越来越难。那么出于同样的原因，恒大和花样年华他们有钱对国内的债主用人民币还债，但是他要对国外的发行的美元债券想要到期的付钱的时候，他不是没有钱，有钱，但是他换不到外汇，政府不给他外汇，那么这样的话，恒大就没办法还债付息了，所以他就只能听任对外债务违约，而这个违约在华尔街是引起了巨大的冲击。所以现在外汇储备越来越紧的结果，恒大就不仅仅是在华尔街违约，而且是把中国的房地产业整个拖下水了，而且把中共也拖下水了。那么10月7号，《华尔街日报》报过，10月13号，路透社也报过，说中国大概房地产公司在美国发行的几十个美元债券，现在正在遭到抛售，价格大跌。那么当年中国经济的繁荣啊，一直是迷惑着西方的金融界。那么到今天，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灭，对，等于是往那些向往着未来中国繁荣的西方投行头上啊，不断的浇着冰水。《华尔街日报》9月22号专门发表了好几篇文章来分析恒大风暴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其中有一篇用了这样一个标题，叫做“恒大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这个标题用的挺吓人。你看，如果恒大倒了，中国经济是这个恒大又是中国经济的缩影，那么大家会联想到中国经济是不是也要面临巨大的风波？当然，《华尔街》这篇报道呢，没有讲清楚当中的道理，因为这个《华尔街日报》的记者眼力不够。但是呢，这个标题倒是非常的醒目，当然了，让美国投资者是看得触目惊心。现在国际经济圈关注中国房地产业危机的同时，也开始重新认识中国经济的前景了。我举几个例子。日本的野村控股 Nomura 已经把对中国经济第4季度的增长率的预期，以前是4.4%，现在下调到3%。那么荷兰的 ING 银行，就是安智银行呢，把中国第4季度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4.3%。牛津就是 Oxford 的经济研究院呢，把对中国经济第4季度的增长预期从早先的5%下调到3.6%。现在全球的投资圈在重新评估中国经济，这会让各国未来对中国的投资变得越来越谨慎，甚至可能撤出部分投资。那高盛的经济学家警告说，房地产业衰退明年会对中国 GDP 造成4个百分点的打击。那如果中国经济大家预测是它明年增长6%，这个房地产业衰退打击去掉4个百分点，就只剩2%了。那么上面讲到的这些国际经济评估动向啊，势必就让中共再不受到经济方面的国际压力。那恒大的危机，它是昭示着中国兴盛20多年的这个房地产业从此进入了滑向危机的开端。那么支撑着中国经济的这个房地产业一旦面临危机，就会带动中国经济进入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这就是中共害怕的局面。
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中美关系的经济根基，因为美国这边鼓吹要和中国改善关系的，主要就是那些个在中国开厂的、开公司的，还有从中国采购商品的，当然还有华尔街。现在如果中国经济不断的往下滑坡，那么这些人的所有的立场就都会发生变化。所以啊，恒大问题呢，它不是一家公司的问题，我们可以把它放到全球的经济格局当中去认识。前面我介绍的就是恒大已经在全球经济格局当中、全球格局当中引起了冲击，而且带来了负面后果了。那么另一方面就是恒大问题，首先它是中国房地产业的一个缩影，又因为房地产业呢是中国经济过去10几年的支柱，所以房地产业的新困境也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那么恒大危机啊，它不光是冲击了中国的华尔街，它也冲击了中南海的经济蓝图。所以我觉得可以这么讲，中国经济的这个多事之秋啊开始了。这个多事之秋我是加引号的，就是它是出现在今年秋天，但是可能不止于今年秋天，跟在这个多事之秋后面的，可能是中国经济漫长的冬天。那么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中国曾经在过去10几年当中，短期内发动了全国范围的超大规模土木工程建设，那么大中型城市都完成了城市现代化，城市景观大为改善，像北京、上海、深圳这些特大城市都建得富丽堂皇，远远超过了纽约、大阪、Chicago 还有洛杉矶这些世界著名的老城市。当然，在中国大陆的人眼里看起来，台北就不算什么，因为台北没有那样的大型土木。那么在外国人看来，这一切好像都标志着中国经济持续不断的繁荣。但是这种表面繁荣其实是城市政府大量借债、过度投资的结果。实际上呢，中国是在短短10年里头，把今后几十年里必要的和不必要的城市建设全部都提前完成了。与此同时，由于各个地方政府的财政过去10多年来严重依赖房地产开发带来的出售土地收入，那么中央政府现在越来越担心的就是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可能性。很多银行啊，现在已经投入的土木工程项目或者提供给购房者的抵押贷款是可能成为坏账的，大量的坏账就可能产生金融危机，这是中共第一担心的事。另一方面，就中共也担心，由于地方财政对这个土木工程景气高度依赖，一旦遭遇了房地产泡沫破灭，地方财政就会崩塌。所以呢，从2017年以来，这个中共当局一直试图逐渐的制止房地产业的盲目发展，通过限购、限价、限贷款各种手段，想要轻轻的挤压这个房地产泡沫。那么疫情之后呢，由于经济凋敝，所以中央政府又开始加大对房地产炒作的打压力度，其中有3重考虑。第一，就是他担心越来越多的城市家庭啊，因为房价太高，房贷负担过重啊，遏制消费，导致消费相对萎缩，经济失去动力。第2重考虑就是，由于地方财政依赖土地出让的现状难以为继，他要准备用房产税作为地方财政的替代收入来源。那么如果房产税一旦出台，许多持有多套房的人为了避免房产税呢，就会抛售房产。那么大量二手房冲击房市，这个房价势必会下跌，这就又可能诱发银行业的金融危机。再一个呢，就是由于银行把大量的资金借贷给了房地产企业和买房的人，那么房价要是下跌，房地产企业破产都会导致银行破产，所以这个时候中央政府非常的忧虑这件事情。那么最近呢，华尔街是一直希望中共去救房地产业，那么中共也稍微放缓了一点对房地产业的压力，让中央银行稍微松动一点银根，但是这点毛毛雨啊，救不了中国房地产业。那么中共现在它的基本策略啊，是在房地产业方面叫做救房不救企。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要逼着房地产企业把卖出去的那些图纸上的楼房完工，因为民众已经花钱预付款都交过了。
你不能让民众花钱落了一个烂尾楼。为此呢，中共是逼倒了房地产企业也在所不惜。那么这个策略其实也是中共更宏观的一个策略的一部分，那就是说，它是在银行和房地产企业之间，它是宁保银行，要牺牲房地产企业，所以它减少了烂尾楼，就能保房价不要暴跌，不然的话呢，银行会用房价暴跌，用按揭贷款买房的房主的抵押品大贬值，就会银行会陷入金融危机。那么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已经多年来大而不破，这里面除了政府在千方百计保护以外，民间也有3个迷思在心理上支撑着房地产市场。第一个迷思是说房地产企业大了就不会倒。那像恒大这样的头牌企业，之所以不断扩张，它的信条之一就是大就不倒，以为呢它大，冲击大，所以呢政府不会让它垮下来。那么买房的人也相信这一点。那么现在恒大靠不住了，这个现实彻底摧毁了大而不倒的迷思。那最大的龙头老大都倒，其他的中小公司自然就不在话下。那第二个迷思是预售房信得过，就中国的买房的这些人现在都是看着样品房或者模型就下单付款了。那房地产公司是利用买房户急于抢到新房的心理，就把他们预付的房款作为房地产施工的本钱。那么恒大的教训呢，是告诉全国说，只要房地产公司的资金周转不过来，预售房完全可能成为烂尾楼或者空中楼阁。那购房户是把钱给了房地产公司，结果落得一场空。那么第3个迷思就是中国房价不会跌。恒大是现在为了偿还债务已经开始对在建的这些住宅开始打折，想把它这个卖给别的公司。这种打折就已经造成对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冲击。同时呢，恒大现在还有大量的逾期的商业票据，就是他欠别的公司的款项，比方替他施工的、替他粉刷的这些公司。那么这些票据多达几千亿。那么恒大现在的解决方案也是以房抵债，打折售房，这种做法也是同样对房价构成很大的冲击。那这3个迷思的破除一方面是对全国的买房者的心理形成了巨大的影响。那很多人原来还想买房的，现在不得不慎重考虑了。那么9月，很多房地产公司的住宅销售比去年同期减少了2成到3成。可能今后还会进一步减少。那么另外一方面，现在恒大这个打折行动已经造成了房价下跌这个涟漪效应，就像你丢一块小石头到水里去，那水波从里往外一点点扩散，所以不少城市的房价在下滑。那么大家都是买涨不卖跌的，所以买房的人现在就更少。